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今天这部是要介绍死灵法师 CWC 火狮豹，没有走转温伤，也没有走中毒，也没有走点燃，就是个纯粹的直击的火焰伤害。由于上一只的毒狮豹好像有一点争议，听说是转混伤的部分好像有 bug 啊什么的。不过我看来看去好像是元素石配暗炎戒指的狮豹才有问题，之前那一只毒狮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反正既然有争议，那我就转为我原本这季就想玩看看的纯火狮豹。首先来谈谈看优点是什么。伤害面就像前面展示的非常的高，由于天赋和星团都有称范围的关系，在刷图上面的轻快效果也还不错。而生存方面有开坚定来提高护甲，也有开元素进化来免疫元素异常。衣服使用烈焰之心把承受的 25% 元素伤转成混伤，再使用神圣血肉和小习星团撑高混抗来减伤。在打怪满状态的时候拥有 75% 的攻击格挡和 52% 的法术格挡，这个格挡率是没有点侧身自己就有的，而且有招幻化守卫使用王者之刃拿10层的护体，基本上生存面也算是做得很足了。虽然我这一支的血量有点低，不过我相信资金充裕的你们一定可以撑得更高。相信大家也都多少去有研究过毒狮豹的流派了，行尸走肉加上烈焰之心加上暗炎之冠也就不用太多说了。头盔的附魔找狮豹有几率附加爆炸额外尸体，因为最近85以上的头盔有附到尸体爆破都很贵。在这边可以推荐一个比较便宜的毕业头盔做法，可以找一顶75以上有附魔的头盔，建议是找有护甲体的比较好。之后使用种族军的崇高石上视力后甩出暴击伤害加成，再和缩戒者的增加承受 6% 元素伤害连起来，连完之后前军再补一个生命就是毕业头盔了。而种族军的附近敌人减少 9% 火焰抗性这一条可以给幻化守卫使用。手套和腰带都是拿血量和抗性，也就不用再多讲了。2颗戒指需要有1到2条的减飞引导时消耗的工艺，看个人的魔力回不回得起来。而这里依然诅咒的部分，我最后算 POP 才发现说刺客印记的伤害高了一点，要组的人建议是跑一下 POP 再决定要用什么的戒指。接着就介绍一下这个流派最主要的伤害机制，领导力的代价。相信有一些人已经有玩过这条项链了，除了前3条的增加最大抗能加越多越好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当你2个最高的能力相等时，可以获得的焦灼、易碎和残喘汇流。焦灼是可以减少 30% 的元素抗性，易碎是可以增加 15% 的基础暴击率，残喘是让敌人减少 20% 的伤害，而汇流是可以让你所有的伤害都可以拥有这3条的效果，不过伤害必须要够高，才有办法打出汇流的最高效果。画面这张图可以看出，我打世界网的时候是可以拿到3种汇流的最高效果的。而为什么要走 CWC 不走 COC 呢？因为走 COC 必须很注重命中率的问题，还有旋风斩的暴击率也必须要撑满。相较于引导石方来说，在找装备上面又更麻烦了一点。总之呢，这条项链就是最主要的伤害来源。然后有的部分则涂上了火焰之心。在武器的选择上面，我选择了库鲁马克。库鲁马克能用到的词其实不多，因为尸体包括有2段伤害，第一段是吃法术伤害的火焰伤害，第2段不吃法术伤害的尸体6%生命的伤害。我们主要的伤害来源是第2段，所以基本上装备和天赋都不拿法术相关的词，因此在武器的选择上面就局限了不少。在库鲁马克的词缀之中，前缀能用的就只有福宝加3以及火焰伤害而已，而后缀可以用的词是专注时2倍伤害，一般的几率2倍伤害，以及附近有稀有怪增加暴击加成。前缀就2条，后缀就3条，在挑选上是蛮困难的。跑 BOB 伤害最高的词是前缀火焰伤害，后缀专注几率2倍伤以及稀有怪的暴击加成，而我也是没有买到，所以就挑了福宝加3的这一根杖了。台服有这几条词在卖的人也不多，我也是看了好几天才买到这一把。不过在武器上面的选择很多，并不是只有库鲁马克才能使用，低于库鲁马克次等的选择就是赝品宵小，相信大家对这一把街道出产的武器也不会很陌生。第3名则是软博玄杖，这一把是一把超冷门的武器，我玩到现在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因为这一把没有插草，所以也不用考虑了。第4名是烈士之镜，是上一版和这一版很多双 COC 在拿的武器。第5名则是自言之死，就是掉在地上也没有人会捡的这一把。在挑选武器上面就依照个人才艺做选择，建议是把其他装备都弄好了之后再来挑武器。会抛出武器排行和拿白武打怪的影片的原因是，不希望大家会被商人盘武器的价位，可以先用便宜的再慢慢换上去，毕竟拿一根白色的武器都能打赢4圣兽了。再来讲一下这一支用了哪一些珠宝，首先是辉煌的虚荣齿锥条赛巴昆，后面那一条是110的数字，不用理它，随便挑就可以了。
这个词是把关键天赋变成神圣血肉，承受的所有伤害都会穿透能量护盾，承受的50%元素伤害视为混沌伤害，以及最重要的加5%最大混沌抗性。从这里看来就知道能量护盾等于没有作用，所以前面的头盔才会建议说找护甲基底的，因为所有的伤害都会穿透能量护盾达到血量，基本上要撑满混抗来抵挡从元素伤害转来的混伤，以及这一词就是搭配烈焰之心这件衣服使用的。剧情则开了一颗火焰伤害的星团，最主要是拿多尼亚里的教程来偷血，另外一词随便挑就可以了，甚至是没有词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多尼亚里有在前面可以点就好了。中型星团开了2组，一组是拿范围伤害的星团，此队拿泰坦灰几何放大，就主要是撑高范围效果。这一颗星团并不是必备的，也可以挑自己喜欢的。另一颗则是用引导释放技能的星团，此队是用精确专注拿暴击率和暴击加成。另一词是拿格挡和伤害，这一颗我是为了撑满格挡而选用的。如果没有打算撑满格挡的话，也可以挑选别的词缀。而一颗小型星团就是使用混沌之弹来撑最大混抗。看守之眼的部分，我挑了元素进化加混沌抗性，其他的2词都吃不到。挑了这一条词的混抗的话，在装备上面的挑选会比较方便一点，不然基本上每一件装备都要有不低的混抗才够。有资金的话，可以再挑其他也用得到的词。而在老头的左边放了一颗赤影梦魇，拿4%的格挡率和些许的混伤，以及击杀时获得耐力球的几率。最后一颗珠宝就是撑暴击加成和生命了。如果想要再提高生存能力的话，也可以再杀一颗混沌之弹的小型星团来撑高混沌抗性。基本上的装备和珠宝就是这样。而在天赋的生命专精点呢，加50的生命和10%生命。元素专精点呢，增加40%非伤害型效果。保留专精点的15%技能的魔力保留效用，以及召唤物专精的增加20%献祭效果，这一点也是拿来撑格挡用的。如果没有想要撑满的人的话，也可以不用点。而在盗贼方面，我选择了全3拿2点的天赋，也可以选择拯救阿丽亚拿暴击加成和全抗。众神殿选择日曜神之魂，如果没有5等的觉醒引导释放的话，就要选海洋王之魂来免晕。而次神殿我选择了夏卡利之魂来减少承受的混沌伤害。在幽魂的部分，选择了血最多的骨皮刨刀和利炎术士各一支，这2支都是在矿坑里面的原始密室，外形会有一点像蓝色的箱子那个点。不过建议还是到召唤频道1、2期跟别人接会比较快。而幻化守卫的武器是使用王者之刃，头盔使用总督军体的减9%火焰抗性，衣服使用格鲁斯寇真皮，而鞋子和手套就纯粹的拿抗性而已了。这里会建议把幻化守卫的混沌抗性补高一点。不然打到幻象一阶的话，很有机会会暴毙。如果对幻化守卫有研究的人，也可以自己去调整守卫的装备。这个流派整体来说就是这样。最后再来讲一下，我拍的影片中基本上都不会说是自己发明的，大部分都是看了者网和国外的影片参考的。玩个游戏而已，真的不用这么累。尤其是在说我超某 F 开头的频道的时候，还真的蛮傻眼的。我以为他在台服的名声早就已经臭到烂掉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是有人在看。就希望那些人能早一点清醒一点吧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不好意思啊，消失了。